那些死气怪物们一次次撞击在无形的壁障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巨响声，回荡在死寂世界与外界连接的空间里。轰轰，随着一道道声音的扩散，死气怪物们的撞击似乎变得更加的猛烈，而那层屏障也在这股猛烈力量的冲击下微微颤抖起来。或许就是因为巨大的撞击声传出，竟是让得昏迷过去的那几十道虚弱的身影渐渐有了反应。先是其中2道身影缓缓地睁开眼睛，他们缓缓地坐起身子，感受到体内神力虚弱的状态，脸上带着一丝无奈之色，但是他们刚刚的苍白脸色似乎已经有所好转起来。这2道身影正是前不久被卷入萧炎与魔神的极致对碰下所产生一个巨大的超高质量黑洞，将众人吞噬其中的双龙尊主。双龙尊主那双沉重的眼皮缓缓抬起，虽然感受到自己的伤势，但他们的目光中却露出了无尽威严之气，那就是属于应龙神灵的独有神气。紧随其后，其他应龙神灵的大能们也相继苏醒，他们的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刚刚从一场无尽的噩梦中醒来。他们感受到自己身上伤势传来的疼痛，这感觉并非是做梦，而是真实的存在。尊主大人，我们没死。在应龙神灵们醒来的那一刻，映入他们眼中的是双龙尊主后，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惊与庆幸。他们的身体虽然此刻无比的虚弱，但应龙神灵本就拥有与生俱来的强大意志之下，他们从那生死的边缘扛着痛苦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我们凭借着自身的强大意志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大家没事就好。双龙尊主缓缓地站起身子，他们的目光扫视了四周，这里的环境给他们带来说不出的感受，这种感受并非是好也并非是坏。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何这里的天地是灰暗的？有光明但是又被黑暗侵蚀，有黑暗但又被光明覆盖，形成了没有光芒与没有黑暗的世界们。望着这方奇异的天地世界，大龙尊主的话语中带着一丝震惊，因为就连他都没有见过大宙中居然还存在着如此特殊的世界。就在应龙神灵们还在震撼这奇异的天地世界时，距离他们的万里之外，竟是再一次的爆发出了恐怖的撞击轰炸声。轰，也就是这一道剧烈的炸响，让双龙尊主以及其余的应龙神灵们纷纷转头看向那死寂的世界边缘。在他们的目光投向死寂世界的边缘时，骇然地看到那方世界中存在着极其浓郁的死气，而那些死气形成无数怪物，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眼前景象令他们这些应龙神灵都感到心头一紧，那是一个充斥着浓郁死气的恐怖世界，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哀伤与腐败，死气如实质般扭曲蠕动，凝聚成一幅幅狰狞的怪物形态。应龙神灵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的身躯此刻却不禁颤栗。他们中的一位应龙神灵大能发出惊呼声：那些是什么东西？为何他们没有实体，却又拥有形态？而且他们身上有一股极其可怕恐怖的死气缠绕。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解和好奇，而双龙尊主的目光却显得格外深邃而平静，仿佛已经洞察了那些死气怪物的来历。大龙尊主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那些是那方世界中的死气所诞生出来的怪物，这些怪物似乎是由绝对死亡的本身所塑造，他们没有生命的气息，却拥有着独立意识的存在。话音刚落，周围的应龙神灵们脸色都发生巨变。什么？没有生命气息又拥有独立意识，怎么会有如此不被理解的东西存在？你们所见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在这充满无奇不有的大宙中，即使我们是神灵的存在，但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还未被接触过的存在，不被理解也是理所应当。小龙尊主淡淡的说道，对于神藏中还有这样的一方充满死气并且诞生出独立意识的怪物世界，连他都是第一次所见。我怎么感觉到那些死气怪物好像正盯着我们？难道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其中一位应龙神灵大能观察细腻，并发现了这一点，问道：没错，在他们所在的死寂世界中，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可以存活，他们现在如此愤怒激动地去撞击眼前的壁障，应该是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猎物，想要吞噬我们这些生命体，以此来让他们再次变得强大。闻言，其余的应龙神灵大能们终于是焕然大悟，居然以我们这些生命体作为他们变强的资源，真是一方不被理解的世界。而且从他们的死气浓郁程度来看，他们的实力至少都是不弱于我们的存在。为何那方世界中会诞生出如此多的死气怪物？为何那方死寂世界中又有无形的壁障在阻挡里面的东西出来？层层谜底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这是充满着死寂，应该不是寻常的世界。如果所料不错的话，这里应该就是处于天谷神灵渊的边缘无灵地带。大龙尊主对于神藏中的一些信息与了解，自然会高于其余的应龙神灵们。在听到了此话后，那些应龙神灵纷纷疑惑：无灵地带？
无灵地带乃是靠近万古神灵渊的方圆100万里的区域都叫无灵地带，在这范围中不存在于任何生命体，因为但凡来自这里区域的生命体都会被侵蚀。什么？那我们岂不是已经进入了这几乎能够侵蚀任何生命体的范围区域内了？难怪这里的天地充斥着无尽的死寂气息，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任何生命体该待的地方，包括他们这些神灵也是一样。这里的死寂还不算特别的危险，只要运转神力护体就能够抵抗这里的死寂，不过也不能长时间待在这个无灵地带，因为这里的世界毫无征兆，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也导致了这个无灵地带是不存在生命体生存。大龙尊主的目光中带着对这无灵地带的一些忌惮，毕竟这里乃是最接近万古神灵渊的地方，如果再深入无灵地带的深处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极其危险。在应龙神灵们的目光所及处，那万里之外的死气怪物仍在疯狂地冲击着无形的壁障。由于那些死气的怪物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生命气息，他们的愤怒与渴望化作更加猛烈的力量，撞击之声砰砰作响，回荡在没有光和没有暗的无灵地带中。死气怪物们的面孔狰狞，他们张牙舞爪，每一次撞击都似乎要将整个无灵地带的规则撼动。无形壁障在这些狂暴的力量冲击下，愈发的产生细微的波动。如果再这样撞击下去，随时都可能被彻底的摧毁。好浓烈的欲望！应龙神灵们此刻的神色凝重，他们能感受到那些怪物的意志之强烈，以及他们对生命体的极致渴望。虽然应龙神灵们如今带着伤势，自身的神力也大大的减弱，但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即便不惧，也不得不考虑先行撤退。毕竟在无灵地带可不是他们的主场，应龙神灵们想要在这里占取优势，那几乎不可能。在应龙神灵们绝对离开这里的时候，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地面上有着几道身影静静地躺在地上，他们的脸色苍白如纸，唯有微弱的呼吸证明他们尚存一息。这些身影正是神元宫的盘龙夭夭、五爻苏佑、微小龙与寒吞吞，以及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等9人。由于他们并没拥有应龙神灵这般的强大意志，导致他们久久未能醒过来。快带着大家离开这里，从长计议。小龙尊主立马转身对着应龙神灵们说道：“是，尊主大人。”应龙神灵们没有拖泥带水，应了一声后，便是扶起昏迷的神元宫等人和2位神殿殿主，准备离开无灵地带时，小龙尊主和大龙尊主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道惊呼声从他们的喉咙间传了出来：“萧炎兄弟呢？”“对啊，萧炎兄弟的身影怎么没见着？”刚想离开的那些应龙神灵听到双龙尊主的声音，停下了脚步，他们的目光不停地扫荡着四周的所有角落方位，可是除了神元宫和神殿殿主几道身影外，并没有看见萧炎的身影出现。难道萧炎兄弟与之前的那位魔神同归于尽了？小龙尊主回想起了之前萧炎与魔神的对决画面，当时他们2位是最先被超高质量的大黑洞吞噬其中，那里面的死亡气息可不是这里弱多少。除了不见萧炎兄弟的身影，还有那魔神的身影也不见了，他们真的在大黑洞中同归于尽了吗？想到这里时，双龙尊主以及其余的应龙神灵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他们极力想要保护的人居然还是没能救下，还是让萧炎兄弟陷入了无尽的危险当中。一道自责的情绪开始充斥着应龙神灵们的每一处部位，如果不是萧炎兄弟的出手去选择对抗魔神，恐怕该消失的不是萧炎兄弟，而是他们了。该死的魔神，萧炎兄弟，我们会为你报仇的。双龙尊主紧握拳头，怒火中烧，他们的目光坚定，心中充满了为萧炎复仇的决心。然而就在应龙神族的神灵们准备带着昏迷的2位神殿殿主以及神元宫等人离开这片无灵地带时，突然远处的一声巨响突然响起，轰隆，犹如天崩地裂。众应龙神灵也是纷纷转头看向那声音来源之地，只见那里的一道空间裂缝在死寂的世界中陡然出现，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从中爆发而出，旋即一道身影从那道空间裂缝中倒飞出来，衣衫褴褛，显得异常狼狈。双龙尊主的目光紧紧锁定着这个坠落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因为由于能量的波动，使得肉眼的视线受到了一些阻碍，所以看不清那道身影真正的样貌。但是刚刚的变故让得应龙神灵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一丝警惕，在这个无灵地带中，任何一点异动都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而这个从天而降的身影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但是那道身影的气息有些微弱，但还有着一丝意志，已不至于昏迷。双龙尊主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道气息微弱的身影上，催动造化神魂的力量去探知那道身影的真面目。然而在造化神魂的洞察之下，很快就看到了那道急速坠落的身影面貌，那是他们刚刚还在寻找的萧炎。小龙尊主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和惊喜，打破了现在的压抑气氛。那是萧炎兄弟。
小龙尊主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紧张，他的呼喊声在充满死寂气息的世界中显得格外突兀。周围的应龙神灵们听见小龙尊主的大喊声，其神情瞬间一变，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因为萧炎所处的环境是一片充满死气的死寂世界，那里可没有生命的气息，一旦有生命体进入其中，那么只有无尽的危险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萧炎的身影在那朦胧的死亡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这恶劣的环境吞噬。双龙尊主和其他应龙神灵知道，那死寂世界是一片连造化主神也要踌躇的领域。萧炎身上的微弱气息似乎在告诫他们，他已经到了绝境。萧炎兄弟有危险。大龙尊主眉头紧锁，他沉声宣告着萧炎的危机，那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和紧迫感。在他的话语落下之后，大龙尊主的身影如同一道闪电，瞬间消失在原地，向着萧炎所在的死寂世界急速飞去。他的速度之快，甚至连无灵地带中的空气都被撕扯成了一道道残影。大龙尊主的行动激发了周围应龙神灵们的响应，他们纷纷准备展开了行动。每个应龙神灵都释放出了自己的神力，为萧炎的救援之路铺垫着希望。你们不要去，那死寂世界是极其危险的地方，你们保护好大家的安危，我与大龙尊一起营救萧炎兄弟。说完之后，小龙尊主的身影便是紧跟大龙尊主而去。在这一片无灵地带的虚无中，双龙尊主如同流星划破长空，简直就是货真价实的神灵在穿梭。而他们两位的联手更是拥有着无敌之威，每一举动都带着造化神力的震撼。仅仅在一息之间，双龙尊主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了死寂世界的金壁边缘。在双龙尊主那毫不犹豫之下，双手挥动，造化神力直接灌入那世界金壁上激荡，世界金壁在他们的造化神力下颤抖，开始裂开一道道细小的裂缝，宛如即将破碎的镜面。就在双龙尊主在破开世界金壁的那一刻，那些以死气凝聚成型的怪物如影随形般锁定了萧炎，他们似幽魂般穿梭虚空，朝着萧炎呼啸而来。萧炎虽还有意识，但非常的微弱，可能在被那道超高质量的大黑洞吞噬进去后，应该也是从生死边缘走了出来。所以当这些死气怪物朝着萧炎这边急速飞掠而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自己被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笼罩。萧炎的眼皮沉重如山，却挣扎着抬了起来。在他的眼前不远处是一片阴森可怖、充满死气的怪物群，他们张牙舞爪，直扑而来。瞬间，萧炎的心中涌起了一股不屈的意志。他知道，无论前方是何等凶险，自己也必须挺身而出。刚刚在那几乎生死的边缘都挺了过来，这里的危机他一样可以挺过去。萧炎的眼中闪过一丝坚毅之光，那是对生的渴望，也是对自己未来成就的执着。双龙尊主见状，彼此眼神交汇，他们这是赶不上营救萧炎的节奏。那些死气怪物的速度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居然这么快就已经距离萧炎不到100米的距离。他们咬紧牙根，将自己的造化神力催动极致，化作2道璀璨的光芒，强行撕裂了世界的金壁。这个世界的金币居然如此怪异，要不是我们全力催动下，竟然还无法将其破开。在破开金币世界的那一瞬间，大龙尊主的心中就响起了一道呢喃声，他对这死寂世界的金币强大程度感到吃惊。按理说，世界金币的规则很容易被他们的造化神力给改变，但是刚刚却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如果猜测不错的话，这里的世界金币应该是被什么大能者加入了同样堪比造化规则之法的玄奥能量，再次提升了死寂世界金币的稳固和强大性。在双龙尊主赶来前，萧炎已经被那些死气怪物包围所有的去路，并且发生诡异的森然之声。结，我不能死，我要斩灭这些怪物。萧炎凭借着自己那坚毅无比的意志，催动体内所剩无几的大道神力。他闭上眼睛，双手紧握神火横骨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的体内蓄势待发。